你朋友张老三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提婴寝室，请帮他活下来。我拦一句啊，就这个提婴是啼哭的婴儿吗？要是的话，这活没有2万块钱，我指定不接哦。通关奖励给你18800，另外给张老三安排一个一次性技能东东妹。在上一次出租屋怪谈中，你帮助张老三成功救出了埋在墙壁中的女孩，虽然女孩已逝，但她肚子里的孩子活了下来，所以女孩为了报答她，打算在彻底消逝之前以规则形式存在，帮你们解决10个问题。提问形式跟出租屋时一样，他只以是或者不是回答你。哎呦啊，老妹儿地道哦，有你我曾放心了。怪谈开始，深夜的4人寝室之中，一个疑似婴儿啼哭的声音将宿舍几人全部惊醒，包括刚刚穿越的张老三。几人惊惧地对视一眼，婴儿啼哭声再次响起，他们都下床查看，但唯独张老三上铺的男生一动不动。婴儿啼哭声很快停止，而当他们检查上铺男生时，却发现尸体已经凉了。你需要帮助张老三还原事情经过，方可通关。没关系啊，老三呐，我安慰你2句，基本上怪谈里头涉及到婴儿的，一般都是凶到了极点，红衣服女的来了都得靠边站的那种。所以说你呀，要没的话，也就是嘎一下子，哎，没有痛苦。所以说你也别怕哦。他刚才确实是没怕。此时的宿舍内只剩下3个人，张老三以及对面床上铺的老上和下铺的老夏。老上慌忙的想要冲出去找宿管，却发现不管如何拉拽，房门如同焊死了一样，根本打不开。而老夏则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宿舍里已经彻底失去了所有通讯信号。密室解谜呀，让你们出去才怪了。你先冷静一点啊！首先，它既然是解谜，它必定有线索。你们最好在下一次婴儿啼哭响起之前，找到这个发出哭声的东西，这可能是很重要的线索。张老三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恐慌，劝说2人开始寻找线索，但他们都不记得刚才哭声发出的位置。所幸宿舍不大，3人开灯开始翻找，但是灯光几乎是刚一打开，便突然啪的一声坏了。老三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别怕。就是说，如果他连灯都不让你们开，说明这个屋里呢有不能见光的东西。你有点心理准备啊，就是一会儿不管你发现什么东西，不管那俩人说啥，你都别搭茬，尤其是不能口出冒犯之语。听明白没？张老三表示暗暗记下，几人便开始打开了手机自带的手电筒，在宿舍翻找了起来。他们找了床下、柜子、抽屉、行李箱，甚至是水壶里，均未发现可疑物品。那这样，老三你也表现一下啊，你去趟你上铺，翻翻尸体的床上或者是身上。张老三双腿发软，但不想被你瞧不起，所以他硬着头皮选择去床上翻翻，并要求另外2人给他照明。在尸体身上翻找的时候，偶尔接触到对方的皮肤，张老三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咽了咽口水，手中突然摸到了一个可疑物品，似乎是一个玻璃瓶子。就在他将瓶子拿下来的那一刻，张老三感觉自己的耳边吹来了一股凉风，并不冰凉，却很刺骨。你可以尿裤，但是别回头，假装没事下床，看看这个瓶子里头是什么东西。张老三的裤子开始逐渐湿润，心中的恐惧稍稍缓解。他颤抖地下了床，将瓶子放在桌上。这是一个透明的扁玻璃瓶，瓶口宽大，里面大概有4、5块黑红之物。女朋友张老三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提婴寝室，请帮他生存。来个前情提要吧。 Previously， 深夜宿舍内响起了婴儿啼哭之声，3人醒来之后发现上铺已经有1个人死亡。几人翻找之下，在上铺床上发现了一个玻璃瓶子，里边装着一些黑红之物。哎，这指定又是哪个好男人的战利品呐！对面下铺的老夏突然说他明白了，并胸有成竹地推断出了事情经过：大学、恋爱、怀孕、学业为重、流产、婴儿复仇。老上也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，估计就是哪对小情侣的荒唐事儿罢了。不对，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，这孩子怨气不能这么重。果然，老夏推断完之后，屋内狂风大作，寝室窗户开始疯狂的开合，似乎是在表达着某种焦躁和不满。张老三慌了，询问你是否可以把东东妹叫出来，让她帮你解决问题。东东妹就能帮你解决10个问题，你现在没什么线索，瞎问一通，那不全浪费了吗？你这么的，你先弄清楚上铺这个死者的基本信息。咱们现在呢，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确认这个死者和这个
孩子的母亲是什么关系？张老三开始向老上和老下询问起上铺死者的具体信息。他叫小帅，一个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，家境贫寒，长相帅气，成绩优异。他有一个处了1年多的女朋友，叫做小美，两人感情极好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语音聊天。但最近老上和老下却几乎没有听到他打电话，而小帅买了一个崭新且昂贵的电脑啊，这信息就不少了。老三呐，你把那个东东妹叫出来吧啊，咱问几个问题。张老三小声的呼唤东东妹，并敲了敲墙壁，问她是不是在这里。墙壁发出咚的一声轻响。你们已经消耗了一个问题。我操！老三，你这智商真是不断刷新我的下限呢。东妹啊，我先问你啊，这孩子是小帅和小美的，对吗？啊，那小美是不是已经去世了？小帅是不是不知道小美去世了？就这个事儿里头是不是有第三者啊？那这个第三者是男的吗？哦，那是小美的闺蜜吗？行，这个流产手术是小帅亲自完成的吗？那我再问一个就差不多了啊，就是这个小美的闺蜜家里头是不是挺有钱有势的呀？哦，行吧，那事情呢我基本上是问完了啊，但是好像还剩一个问题，也别浪费啊。这么的，我问问小美，她现在是不是就在这个屋呢？啊哈，那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小帅和小美是一对恩爱鸳鸯，虽然家境都一般，但是俩人憧憬了美好的未来，说不定已经私定终身，毕业就结婚的那种。因为若非如此的话，谁家处1年对象还天天打电话呀？这叫双向奔赴的爱情。可就在这个即将毕业的当口，小美怀孕了，这对他俩来说呢是好事儿。因为小帅也认定了这个女孩子了，以他的家境能娶到小美已经是完美了。因为如果小帅一开始就不同意要这个孩子的话，早几个星期打掉，这孩子都到不了这个小瓶里，那会儿太小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小美的闺蜜很可能是她一直深爱的小帅啊，所以她插了一脚，用自己显赫的家世能给小帅一个光明的未来为要挟，让他亲自拿掉了他跟小美的孩子。小帅心动了，因为如果他能和小美的闺蜜在一起，往少了说，少奋斗一辈子。他知道小美肯定不能同意，但谁叫他是学医的呢？他想办法把小美弄迷糊之后，可能就在这个大学的医学实验室里亲手的毁掉了自己的孩子。小美醒来之后呢，就去寻了短见，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怨气这么大，那就是因为他的父母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放弃他。他本应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，本该经历这个精彩又苦难的世界呀，最后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扼杀在了娘胎里，能不恨吗？张老三讲述完了这个故事，灯光突然开始微微闪烁，一阵女子低吟之声传来，如泣如诉。她说闺蜜根本就不喜欢小帅，也不会对她的未来负责，她只是单纯的不想看自己好过罢了。她说谢谢你，故事还原，她已经能够带着孩子离开了。不是这就走了？那你闺蜜？小美说她已经为闺蜜安排了一场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。